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今天讲一下全球资产配置。这个世界最近真的比较乱，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，以色列又突然对伊朗开火，德黑兰连夜爆炸，油价飙升，全球股市受到震动。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，我们的资产够安全吗？我们过去经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可是现实当中呢，很多人投资的时候全压在美股或者只投一个国家，那一旦出现什么问题，资产就会跟着全部遭殃。美国最近的问题其实也不少，国债是越欠越多，利率负担重到连政府自己都吃不消了。虽然之前我们分析过，美国违约的可能性可能很低，但是如果最终还是靠印钱来解决债务的话呢，本质上还是让你的钱变得更加不值钱。再加上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越来越大，这一连串的风险，不管是战争还是通胀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把资产压在一个地方，不分散风险的话，那我们自己的钱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。所以这期影片呢，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用 ETF 简单的完成全球资产配置。先放个免责声明，视频中所有观点都是我个人知识和经验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，大家请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投资决策。我们投资最重要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不是为了赚最多的钱，而是让资产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相对稳定的成长。这个就是资产配置的核心，不是每年都赚最多，而是无论市场好坏、政治稳定或者混乱，我们都不至于一夜回到解放前。桥水基金的创始人 Ray Dalio 说过句很有名的话，如果你连黄金都没有，那你既不了解历史，也不了解经济。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呢，就是世界随时可能失控，你不能只相信一种资产、一个国家。现在我们看这个世界乌克兰战争还在打，以色列刚刚对伊朗开火，德黑兰凌晨爆炸了，美国内部债台高筑，很有可能要印钱还债，关税政策、大韩美法案，新的不确定性马上又要来了。说难听一点，这个世界真的像是踩在地震带上面，看起来平静，但是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塌下来哪一块。如果你的资产90%都压在同一个国家、同一个市场，那真的就像是拿鸡蛋去赌一个篮子，永远不会摔。那我们做资产配置就是要避免这样子的局面。那光是配置不同种类的资产就够吗？比如说股债黄金，其实还是不够因为你还要跨地域、跨币种，不然地震来了，连地都塌了，鸡蛋放几个篮子都没有用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呢，越来越多的专业投资人不是只讲资产多元，而是讲全球资产配置。那我们普通人可能做不到像大机构那样布局几十个国家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用 ETF， 其实非常简单也很透明，只要我们有这个意识。所以今天我选了几只我自己也在关注的 ETF， 覆盖了发达国家、新兴市场、黄金、债券。你照着这几只选基础版的全球配置呢就完成了一大半了。第一只呢是 VEA， 它投资的是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，像是欧洲、日本、澳洲这些已经成熟的市场。推荐它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可以把你的资金从美国分散出去，但是呢又不像新兴市场那样波动那么大。VEA 最大的好处呢是国家权重平衡，不像有些欧洲的基金它会重压在德国或者法国。它的发行机构是 Vanguard， 非常大的一个投资机构，费用非常低 0.03%， 价格目前在$56。那采集时间呢是25年6月12日，一年的回报率是 13%， 3年 10%， 5年的话 11%， 10年的回报率不是特别高 6.15%。我们从图表上可以看到它的波动率不是特别大，那10年前的话它在40左右，那10年之后呢它在55，但它跌的也不多，比较适合防守型的配置。它配置的资产 54% 集中在欧洲， 34% 集中在太平洋地区。从国家这边来看呢，最大的投资的国家其实是日本，然后有 21% 的比例，接下来就是英国 12.7%， 加拿大 10%， 法国、德国、瑞士 7.8%， 澳大利亚 6.3%， 韩国以下的话比例会比较小一点，韩国、瑞典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丹麦、香港也有 1.7%， 接下来是新加坡。我们再看他投资的公司，其实每个公司所占的仓位都不大，大概是 1% 左右，这也就提高了它的整体的稳定性。SAP 是德国做应用软件的一家公司，它包括财务、供应链、生产制造、客户关系管理、人力资源管理，非常大的一家公司。雀巢，瑞士的卖饮料的公司，咖啡、婴儿奶粉、冰淇淋、巧克力、宠物食品，什么都有，蛮好吃的。阿斯达列曼是荷兰的光刻机公司，有非常强的技术壁垒。
所以 EVA 这个 ETF 呢，主要就是投资发达国家的一些蓝筹公司，涨幅比较一般，但是胜在稳定性比较强。第二支 ETF 呢是 VWO， 它投的呢是新兴的市场国家，像是中国、印度、巴西、墨西哥、东南亚这些地方。这些国家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年轻人口多，经济成长也快。这类的新兴国家呢，虽然和发达国家的股市收益还是有一点差距的，但是呢，一旦爆发起来呢，涨势是非常猛的。VWO 它的优点呢是成长潜力比较大，而且估值比较便宜。缺点呢也是它的波动大，而且容易受到政治汇率的影响。比如果某个国家发生战争或者经济危机的时候呢，短期上就会有冲击。它的发行机构是 Vanguard， 费用是 0.07%， 目前的价格在$49，一年的回报率呢有 12.6%， 3年的话是 6.15%， 5年的话 7.97%， 10年的回报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会更低一点，是 4.07%。这些 ETF 99.3% 的资产都是投资于新兴国家，主要的市场呢是有中国占比 31.5%， 印度是 22.9%， 接下来是台湾 18%， 巴西 4.6%， 沙特阿拉伯 4.2%， 南非 3.5%， 墨西哥的话是 2.2%， 接下来是马来西亚、泰国、阿拉伯、印度尼西亚接下来是 1% 以下的。我们接下来看它的持仓，那第一位的话就是台积电，然后持仓是 7.54%， 属于里面的重仓股了。之后呢是中国的腾讯，持仓 4.16%， 阿里巴巴持仓 2.81%。接下来我看了比较熟悉的有小米，然后美团，还有中国建设银行、拼多多等等，也都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和公司。第三类呢是黄金的 ETF， 常见的有 IAU 或者是 GLD， 它们主要的区别呢是在费用上， IAU 便宜一些， GLD 的流动性要高一点，其实选哪只都可以啦。黄金最大的优势呢是它不依赖政府，也不依赖公司的盈利，因为它的避险属性呢，尤其是在政治混乱战争、通货膨胀剧烈的时候，黄金的表现往往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是现在这个情况，像战争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那黄金呢也是从22年到现在已经翻倍了。当然黄金也有它自己的风险和缺点，一个呢是它是没有现金流的，就把时间拉长看呢，它的回报呢其实是不如股市的。第二呢，它黄金它也是有熊市的，历史上黄金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上涨之后呢，都会经历 20%到40%的一个回调，所以呢也不能因为黄金最近涨得非常好就过于激进。那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这两只黄金 ETF 的话呢，可以看到 IAU 的费用 0.25%， GLD 的费用 0.4%， 那价格上面呢 IAU 要便宜一些，那回报率上呢其实两者都差不多，都仔细看的话呢，可以发觉 IAU 还稍微高一些些，所以这两只呢，如果我选的话，可以选上面一只。接下来我们聊一下全球债券 ETF， 这个在全球资产配置当中最容易被忽略，但是呢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。那我们做资产配置，不是每一块都要赚最多的钱，而是让不同的资产在不同的时候呢，能够相互保护、相互平衡。债券的作用呢，就像你投资组合里面的一个减震器，或者说是安全气囊。平时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但是一旦股市大跌，或者说经济波动，它就能帮你稳住整体的一个资产，不至于跟着股市一起大起大落。那就像开车的时候，你既要跑得快，但是呢，刹车也非常重要。在债券的 ETF 里面呢，有两只我觉得特别值得拿来讲一下的，一个呢是 BNDX， 一个是 BWX， 他们都是投资美国以外的政府债券，但是重点区别在于呢，他们有没有货币的对冲。先说 BNDX， 这只是 Vanguard 出的，它覆盖有欧洲、日本、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的债券。重要的是呢，它有做美元的对冲，也就是说汇率波动对它的影响不大。这个呢，这让它整体的波动性非常小，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配置。再看 BWX， 这个呢是道富环球卡的 ETF， 也投发达国家债券，但是呢它没有货币的对冲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它跟汇率的关系比较大。举个例子，如果说美元走强的话呢， BWX 可能表现就会被压制了，但是如果美元开始走弱，非美国货币升值的话呢，它反而可能涨得比 BNDX 更加好一点。
所以 BWX 的波动会大一些，风险也高一些。我们这边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数据啊，BNDX 的话，它费用是 0.07%， BWX 的话，它更加时间久，比较著名一点，所以它的费用高一些，是 0.35%， 价格的话，一个49，一个23。那回报率呢，可以看到 BNDX 它的收益会比较平稳一点，今年的回报率呢是 6.48%， 那平均下来呢，10年的回报率有 2.02%， 那 BWX 它就比较激进一点了，今年的话回报率高一些，是 7.97%， 但是之前几年的话全部都是负数。那如果是我的话呢，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考虑，我会更偏向于 BNDX。那我们刚刚讲了发达国家、新兴市场、黄金、全球债券这几类的 ETF， 那要怎么搭配呢？比例是多少？那这个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，看大家各自的投资习惯和风险承受力。那我这边呢，先给大家打个样，建一个全球配置的基础版，不求短期暴涨，但求攻守兼备。这个组合呢是 50% 的美股，你可以用 VOO 或者是 QQQ。 那 20% 的发达国家股票我们可以用 VEA， 10% 的新兴市场 VWO， 10% 的黄金 ETF IAU 或 GLD 都可以， 10% 的呢是全球债券 BNDX， 或者呢你可以用 BNDX 和 BWX 的一个混搭。这个组合里面有 50% 的是美股啊，大家可能会有些奇怪，你不是说要全球配置吗？怎么放那么多在美国呢？美国现在又这么让人一言难尽。我们看这里 QQQ 的收益，这个 QQQ 呢是美国纳斯达克前100的指数，主要集中在科技股，它的费用是 0.2%， 但是你看它近10年的回报率 17.7%， 你跟上面比一下，黄金最近涨得这么好，它10年的回报率也不过是 10%， 但是 QQQ 的话几乎是它的2倍了吧。当然近2年美股涨得没有黄金这么猛，但是呢相对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者是新兴市场，这边还是比较强的。虽然说现在美国的政治不确定性提高了，但是它还是全球最强的经济体之一，底子还是很强的。像全球最占钱的公司、最有科技创新力的企业，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、特斯拉、谷歌都还在美国。尤其是这2年 AI 的爆发，美国企业都快进入 AI 军备竞赛了。同时呢，美国现在也在引入稳定币的结算机制。如果说跑通了，那未来外国投资者买美股的门槛呢会更低，效率也更高，这就意味着全球的资金都有可能会流入到美国的市场。所以我们在做全球配置的时候呢，并不是说要放弃美国，而是说不要只压住美国，在保留美股收益潜力的同时呢，适当的配置一些其他的市场和防御性的资产，这样子呢可以让我们的整体投资组合更加稳健一点，那当机会来的时候呢也能抓得住。那如果大家要买这些 ETF 呢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大部分的券商像是富途、盈透、Fidelity 这些平台都可以直接买刚刚提到的所有的 ETF， 有的平台还能买零股，也就是说你不用买整个股票，因为有的还蛮贵的嘛，几十块钱你分散的投资，一点点建仓也是可以的，不管你手上是50还是5万都可以先开始。那全球资产配置说到底就是给自己的投资体系加一层安全网，毕竟你最大的风险不是某个资产本身的波动，而是你以为它不会出事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边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呢，给我点个赞吧。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看法，也可以问我你在操作上有任何的问题，我都会认真的看留言，也会在之后的影片继续深入的讲下去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